Hello， 欢迎来到小屋见大屋的好奇喵屋。吼吼吼！不知不觉已经是12月份啦，大家有没有觉得身边的节日气氛已经静悄悄的弥漫了起来呢？装饰的美美的 bling bling 圣诞树，温暖的炉火，紧张筹备礼物的圣诞老人。到了今日，圣诞节可以说是最为人熟知的节日之一，哪怕不是宗教的教徒，也是有很多的喵喵热衷于庆祝这个欢乐的节日，来感受温馨的冬日气氛。要知道，圣诞节或耶诞节是庆祝耶稣宝宝出生的宗教节日，但是作为这个节日的形象代表，却是一个穿着红衣服，坐着驯鹿车，给大家派礼物，胖胖的总是吼吼吼的慈祥老爷爷。那么这个圣诞老爷爷是怎样来的呢？今日的圣诞习俗又是怎样形成？这期视频就让小屋来带大家发掘一下圣诞节的发展史吧。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并不是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的，那时候节日也不叫做圣诞节，而是叫圣尼古拉节。圣尼古拉是4世纪在地中海地区，位于今日土耳其境内的米拉古城的一位基督教主教。关于这位主教流传的故事很多，但最为人熟知的是下面的这一个。曾经有一个穷困的爸爸，因为家里实在是太穷，于是想把3个女儿卖掉来换得金钱。3个女儿便祈求圣明，希望得到帮助。圣尼古拉听见了祈祷，于是便从窗户给这家人扔进了3袋金子。家里有了钱，3个女孩有了嫁妆，便都顺利的嫁了出去。圣尼古拉的慷慨、爱心以及聆听大众的能力，让他成为了最为大众喜爱的圣徒之一。教宗也把他逝去的日子12月6日定为圣尼古拉节来纪念他。时至今日，许多欧洲地区依然保留着庆祝圣尼古拉节的传统。小朋友们会在圣尼古拉节的前夕把鞋子放在家门口，到了第2日，如果是乖小孩的话，会得到圣尼古拉留在鞋子里的礼物，例如象征着金子的橘子，还有干果、核桃、巧克力等。但如果是个不乖的小孩，就只会收到黑黑的炭。圣尼古拉被普遍认为是今日圣诞老人的原型，这个形象也一直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原因除了他会派礼物，也因为他是守护小朋友的主保圣人。相传一次在经过一家旅馆的时候，圣尼古拉感知到了里面被旅馆老板谋害的3个小朋友被埋在了地下室，于是他施展了神迹，把3个小朋友复活了过来。所以圣尼古拉节也被视为是一个小朋友欢庆的节日。虽是这样，但有些地方的小朋友提到圣尼古拉节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高兴，因为在阿尔卑斯山地区还流传着一个关于圣尼古拉有着一位叫做坎普斯的可怕随从的说法。半羊半魔鬼，全身长着长毛，有一对尖羊角，伸着长舌头，长着獠牙。坎普斯是一个足够让人做噩梦的可怕妖怪。如果圣尼古拉是照顾乖小孩的形象，那么坎普斯就是专门对付坏小孩的那一个。在圣尼古拉节的前一天，坎普斯会从山上下来，如果遇到不乖的小孩，就会用手里的桦树枝鞭打他们。要是这个小孩特别坏，那坎普斯就会把小孩装到自己背着的袋子里，带回山上，当成节日大餐吃掉。坎普斯的传说从6到7世纪就已经开始流传，到了今日，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斯洛维尼亚、克罗埃西亚等的地区，在12月5日会有坎普斯之夜的游行活动。有些家庭也会邀请坎普斯到家里来，问一下自己家的孩子乖不乖。看来这些地方的小朋友童年也是过得不那么容易啊，相信长大后都会成为特别坚强的人吧。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几个低地国家庆祝圣尼古拉节的方式则是有点不一样。圣尼古拉会在12月6日前的3个星期，就是11月第2个星期的时候，坐着轮船从西班牙来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居民和小朋友会在轮船到临的港口热烈地欢迎圣尼古拉的到来。在这些国家的习俗里，圣尼古拉也有一群随从，叫黑比特，他们的脸是黑色的，涂着红嘴唇，穿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关于黑比特的形象来源，有说他们是来自西班牙的摩尔人，就是当时北非地区的穆斯林，也有说他们是因为要帮圣尼古拉爬烟囱派礼物而把脸都弄黑了。至于他们为什么是从西班牙来，就可以说是一个可爱的谬误，因为圣尼古拉会送象征着金币的橘子作为礼物，而西班牙是欧洲主要产出橘子的地区，所以大家觉得圣尼古拉应该是会从西班牙过来。
不管怎样，圣尼古拉和随从的到来对当地人来说都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情。在这3个星期里，圣尼古拉就会骑着白马和他的随从穿梭在城镇的屋顶上，逐家逐户地为小朋友们送上礼物，直到12月6日就会坐船回去西班牙。圣尼古拉节的盛行一直延续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欧洲经历了黑死病席卷、天主教腐化、战火不断、社会落后的黑暗时期，大众的生活痛苦不堪。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对拥有至上神权的罗马天主教教皇制提出了质疑，反对教会出售变相敛财的赎罪券，强调只要有信仰，教徒不需要通过天主教会便能够直接与基督沟通而获得救赎。逐渐的，基督教新教便在16世纪末形成。信仰上的改变令圣尼古拉的主教形象不再流行，于是在这时候，基督教便开始转为推广庆祝耶稣诞生的圣诞节。圣诞节定在了12月25日。至于为什么是这一天呢？许多历史学家与神学家都认为耶稣的出生更可能是在暖一点的春天。要解释这件事情，时间要回到4世纪，当基督教被合法化了以后，意大利米兰主教圣安波罗修说服教会，把12月25日定为基督出生的日子。关于日子定立的说法有许多，有解释认为，罗马日历里的冬至一般是在12月25日左右，冬至是一年里白天最短的一天，所以被认为是庆祝太阳即将回归的节日。当时罗马帝国的军队也崇拜神秘的波斯太阳神密特拉，密特拉的出生日也正是在12月25日。有学者认为，基督的形象是确立基督教合法化的罗马帝王君士坦丁把基督融合了太阳神密特拉的结果，选择这一天来为耶稣宝宝庆生，也是把他的来临视为如阳光般温暖的象征。也有说法认为，这是基督教把欧洲异教徒信仰基督化的一个做法。这里出现的异教徒 pagan 听起来有种叛逆不入流的感觉，而的确在当时的语境是把所有非信奉阿伯拉罕宗教，就是犹太、基督、穆斯林的其他宗教都称为异教。异教 paganism 一词是在基督教初期发明，可以说是对其他信仰的一种污名化称呼。异教通常被认为是当时中欧地区居民的信仰，是一些地域族群对自然、法术、魔鬼的崇拜。但其实连古罗马地区对希腊众神的信仰也同样被视为异教。另外，通常异教都有祭祀的传统。简单概括，异教在基督教眼中就是一些小众、非主流的乡野信仰。在当时整个欧洲，12月期间的冬至庆典是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是庆祝完成今年最后一轮的播种，展望下一年美好开始的欢乐节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信仰，有着不同的庆祝节日与习俗。其中最盛大的是古罗马的农神节 Saturnalia， 是祭祀希腊神话里的农业神 Saturn 的重大节日。农神节一般从12月17日开始，连续庆祝1周，期间大家可以大吃大喝、跳舞狂欢，大肆庆祝。这7天里，人与人之间不再有阶级之分，并且会互相赠送礼物，每个人都可以尽情享受这个节日的欢乐。另一个对圣诞节影响很深的便是北欧的耶鲁节 Yule。 在今天，耶鲁节可以基本等同于圣诞节，在许多的圣诞歌曲里也可以经常听到耶鲁节的出现。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make the Yuletide gay. From now on, 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耶鲁节是一个在年末农作物栽种完后，人们出去打猎、进行祭祀，并且举行盛宴的节日。圣诞节期间燃烧整块原木 Yule 来生炉火的习俗，就是来源于耶鲁节。北欧的冬天是十分黑暗与漫长的，炉火除了保持耶鲁节期间的温暖，也象征着冬日的结束，阳光即将重新来临。到了现代，不烤火的地区就会吃原木形状的巧克力蛋糕 Chocolate Yule 来庆祝这个传统。在家里装饰冬青和其他的常青植物，象征着冬日里的生命力顽强。对于后来的基督教，常青植物代表着永生。胡寄生 Mistletoe 在欧洲的多个文化里都是十分神圣的植物。情侣们圣诞节会在胡寄生下亲吻。如果是在战争时期，两国士兵在胡寄生下遇见，就都要放下武器停战，直到第二天。至于圣诞树的来源，说法也是太多。
因为每个国家都希望圣诞树是来源于自己的国家，小屋只能挑选其中一个说法。相传路德基督教在圣诞节前夕会在教堂门口摆放一棵装饰有苹果、蜡烛和彩纸的冷杉树，象征着亚当与夏娃故事里伊甸园的生命树。人们会在圣诞宴席后把苹果吃掉，苹果逐渐演变为今日的彩球挂饰，点燃烛光代表了光明。在一些圣诞文化里，也代表着对逝去亲朋的怀念。说到现在为止，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厚的圣诞老人形象好像都还没出现过？所以现在是时候回到圣诞老人的话题啦。在15到16世纪大航海时代，欧洲对外扩张，新贸易路线的发展与殖民主义使不少欧洲人迁居至其他大陆。17世纪黄金年代的荷兰在北美洲东部设立殖民地，称为新尼德兰，字面上是新荷兰的意思，并且在曼哈顿岛上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堡。新阿姆斯特丹就是纽约的前身。随后大量荷兰人移民至纽约寻求新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荷兰人也带上了他们原来的习俗与信仰，比如能在艰苦的移民生活中带给他们心灵上慰藉的圣尼古拉。来到新大陆的他们庆祝的冬日节日虽然由原来的圣尼古拉节改为12月25日的圣诞节，但在他们心中那个派礼物的形象依然是圣尼古拉的样子。这个时候的纽约是一个文化的熔炉，除了荷兰人，纽约也迎来了大量的英国、德国、瑞典、芬兰、法国、苏格兰等的欧洲移民。在庆祝圣诞节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习俗有所区别，而且各个文化里圣诞节派礼物的人物形象都不尽相同，所以那时候圣诞老人的形象都不太统一，不论胖瘦高矮，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直到1822年，一首叫《圣尼古拉来访》A Visit from St. Nicholas 的诗在美国发表后，圣诞老人的形象才被基本统一了下来。诗里形容圣尼古拉的形象是胖胖的，脸颊红红，鼻子像樱桃，笑起来有酒窝，留着雪白的胡须，嘴里叼着烟斗，身上穿着毛服，是个快乐的老精灵。他坐着由8只驯鹿拉的雪橇在天空上飞到每家的屋顶，爬下烟囱往挂在壁炉上的袜子里塞给小朋友的礼物。这个派礼物的老精灵后来有了自己的名字，就是大家熟知的 Santa Claus。 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是荷兰语中圣尼古拉读作 Sinterklaas， 说英语的人听着听着，慢慢的就变成了 Santa Claus。后来，家乡来自德国的美国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创作了大量关于圣诞老人的漫画，让圣诞老人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其实，圣诞老人形象的原型除了圣尼古拉外，还有一个来自北欧传说的小精灵尼森小人。他们身材矮小，样子看上去比较年长，留着长长的白胡须，一般穿着农夫的衣服，戴着颜色鲜艳的针织帽，是农田与家畜的守护者。在北欧的圣诞节习俗里，尼森小人会逐家逐户的为小朋友派礼物，有的家庭会留一碗麦片粥在门外作为对他们的回谢。现在我们来把圣尼古拉的形象与尼森小人的形象组合一下，是不是感觉和现在见到的圣诞老人很像了呢？至于圣诞老人什么时候变成了现在这样，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内都家闻户晓呢？这就要归功于一个同样家闻户晓的品牌——可口可乐。当时可口可乐在秋冬季节的销量并不太理想，于是在1930到1960年代便委托了画家哈登森布洛姆绘制了一系列由圣诞老人拿着可口可乐的各种场景的海报。在这些画中，圣诞老人由原来神秘小精灵的形象变成了以真人作为蓝本的圣诞老爷爷，总是穿着红色衣服，笑呵呵很慈祥的样子，给小朋友送礼物，也不再区分乖小孩和坏小孩，当然是很喜欢喝可口可乐。这一系列的宣传推广，给可口可乐乃至圣诞老人的形象都带来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让不少人以为圣诞老人是可口可乐发明的哦，呵呵。关于圣诞节与圣诞老人的故事，小屋就介绍到这里咯。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要按赞分享，并且订阅我们的好奇喵屋频道，留言告诉我们你们喜不喜欢过圣诞节吧，有最喜欢圣诞节的哪个方面呢？另外，这个12月，小屋、小琪、阿苗将会继续为所有喵喵送上更多关于圣诞节的影片，保证每一只喵喵都会感到温馨满满，大家密切期待啦！喵，下期见。为什么圣诞礼物会放在袜子里呢？
相传，当圣尼古拉为3个女孩家丢金币的时候，其中1袋金币掉入了挂在壁炉上正在晾干的袜子里。口口相传，后来大家就认为圣诞老人是把烟囱塞礼物到袜子里的啦。